家用电器在生活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对于一些新型电器，大家对他们的看法却是褒贬不一，好像装与不装都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让人纠结不已。比如下面分享的这4种家电，装了的和不装的网友都纷纷喊后悔。那到底要不要装？或许看完本期内容对你会有所帮助。1. 净水器。家用净水器号称是可以改善用水水质、提高饮水健康的一种新型厨房家电，也是代表家居生活品质感的电器之一。没装的人后悔，网友艾特汤圆很圆，当初功课没做足，只装了前置过滤器，没装净水器。前置只是起到初级过滤的作用，过滤出来的水不能直接喝，平时也就拿来洗洗菜和水果。想要泡茶或者喝干净的水，还得买矿泉水，或者去小区楼下打纯净水，太费事了。装了的人也后悔，网友艾特小妖歪，我家是新小区，又是高层2次供水，担心水质差影响口感，花大几千装了净水器。但说实话，这东西不是一劳永逸的，装了后期还需要维护，滤芯每年都要定期更换，不然堵塞影响水流不说，还会造成2次污染。而且这个净水机还会产生废水，满了之后要人工倒掉，不仅浪费，还比较麻烦。后悔装了净水器，不如喝桶装水方便。小东建议，说实话，绝大部分城市自来水都是合格的，烧开了喝完全没问题。但如果你家水质不好，水垢较多，或者自来水有漂泊粉的味道，那安装净水器很有必要，可以改善水的口感。但也要考虑后期的换新成本，不然买得起用不起，还不如直接喝矿泉水省心。2. 洗碗机号称是缓解家庭矛盾、解放双手的神器，比手洗的干净省水不说，同时还能消毒、杀菌、存储碗筷，完全取代消毒柜。没装的人后悔，网友艾特幸福的西兰花，真后悔没有预留洗碗机位置，相信没人会喜欢洗碗吧。我家当时水电结束，想装的时候说不好改了，老公安慰我说他洗，后来啪啪打脸。最近老是刷到洗碗机，提升家庭幸福感，越发的后悔了。装了的人也后悔，网友艾特空空的2030师，清洗前摆放是真的麻烦，根本不存在彻底解放双手，稍微放不对就洗不干净，而且别管几个碗，也要听它哗啦哗啦洗1-2个小时，耗时又耗电，关键它还需要额外耗材，什么光亮剂、软水盐、洗碗粉，一个也不能少，可比手洗的成本高多了。入住大半年就用了7-8次，有点后悔了。小东建议，要不要装洗碗机取决于家庭需求，如果人口少，平时也不咋做饭，就没必要装。要是天天在家做饭，碗筷还多的家庭，就非常建议装。这种花点小钱就能解决90%的饭后家务，节省出1日3餐的洗碗时间，洗得干净卫生，烘干后还热乎乎的，简直不要太划算。3. 中央空调制冷效率高，舒适感强，隐藏式安装，装修颜值也高，更节省空间，堪称是提高生活品质感的标配。没装的人后悔，网友艾特向生活比个耶，我家房子本来就小，客厅又多出一个立式空调，占地不说还很不方便，而且说到底也不如中央空调美观有档次。后悔没装中央空调，这种贵机风感也没办法和中央空调媲美。装了的人也后悔，网友艾特是静静呀，说10个装中央空调的人8个都后悔了，我就是其中之一。花大几万装的品牌中央空调，6匹1拖6，夏天的电费高的着实惊人，1个月基本都在2000度左右。还有中央空调的噪音还大，晚上开呼呼的声音非常明显，而且制热效果也很一般，和普通挂机差不太多，功能又少，维修还麻烦。小东建议，中央空调在装饰上可以与吊顶融为一体，整体美观性绝对更胜一筹。而且出风时不会直吹人，室内温控能力也强，舒适感是柜挂机不可比拟的。但中央空调压层高，维修难，耗电高，噪音大，也是实打实的缺点。所以中央空调更适合安装在大户型或者别墅用户使用。户型小、房间不多的普通住宅，还是使用柜机或挂机，性价比更高。4. 零冷水热水器。什么是零冷水？说的直白一点，就是有了这个功能，热水是即开即热，让你洗澡和淋浴时体验到秒出热水的幸福感。没装的人后悔，网友艾特最爱这小曲，我家热水器安装在厨房，没装零冷水的。厨房水管离得近，差不多10秒内就能出热水，但卫生间离得远，大概1分钟左右才会出热水。等待时间长不说，还浪费水，有些后悔了。装了的人后悔，网友艾特小妮子的家，并不是选了零冷水热水器就可以，还要加装回水管做热水器循环，耗材大，成本高，是跑不掉的。而且想要实现零冷水，前提是要保证水管里一直是热水。
所以即使你不用，热水器也会时不时的不停工作，每天听着轰隆隆的噪音声，真的很糟心。同时还要伴随着燃气、电费的成本增加，装了不敢用，也真是心塞又无奈。小东建议，零冷水热水器不是生活的必需品，它是需要花钱来提高生活舒适度的电器。如果你家面积大，用水末端离热水器距离太长，不想冬天遭等待几分钟冷水的罪，建议可以考虑上零冷水。否则，房子面积小或者不介意多等一会出热水的话，不装零冷水省钱。以上这4种家电都是生活中口碑2极分化的电器，有人把它们当成宝，用过直呼真香，也有人对它们嗤之以鼻，用过几次就闲置吃灰了。因此，建议大家考虑入手前要权衡好自己的实际需求，别白白花了冤枉钱，交了智商税。现在新房装修，家家户户都会安装取暖设备，目的是为了温暖地度过冬天。说到取暖方式，目前有很多种形式，不管是空调也好，暖气片也罢，都是不错的选择。当然，要说舒适性最好的，还得是地采暖。地暖的优势在于热量分布合理且均匀，从脚到头让温度逐渐散开，舒适性极佳。可以说，在近些年获得众多家庭的青睐。而且，地暖管是隐藏铺设在地下，更节省空间，装修美观性也高，对于家具的摆放和布局也不受任何影响。因此也一度成为很多大宅和别墅住户的标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装修选择铺设地暖的业主越来越少了，甚至装过地暖的家庭都后悔了，很少建议别人装。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那曾经红极一时的地暖，为何如今会跌下神坛，失宠了呢？在我看来，原因也很简单。虽说地暖舒适性高，但这种取暖方式的弊端也有很多。如果你家也打算装修铺设地暖的话，不妨先了解一下地暖的这些缺点再决定。1. 温度高，对木质家具损伤大。地暖的温度高既是它的优点，同时也是它的缺点。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们都知道，现在家庭装修一般都是以木质家具为主，但如果地暖温度太高，势必会对木质家具造成一定的损伤，也就是说，普遍会出现开裂变形的现象。不相信的话，来听听来自河南网友小树的分享。北方就不配用实木家居，本来柜子就一条小缝，地暖开了之后，开裂加速，裂得快塞进去手指头了。昨天又发现实木餐桌也裂了。还有网友落叶反馈，家里开了地暖后，发现很多块地板边缘翘起，有的甚至断裂了，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综上所述，大家也不难发现，这也是很多家庭开始嫌弃地暖的原因之一。2. 占层高，对低矮户型不友好。家里如果铺设地暖，对房子的高度会有一定的影响，这是躲不掉的硬伤。因为地暖自身的管材就有一定的厚度，铺设在地面上之后，还需要砂浆、混凝土回填、找平地面，所以整个施工完工后，就会降低整个房间的高度，至少要牺牲掉8至10公分的层高。要是层高在 2.8 米以上的住宅，可能影响还不大。但如果是低矮户型，在安装地暖后，整个房间的净层高可能不足 2.5 米，后期的居住体验会很压抑。3. 后期维修维护麻烦。虽说地暖的管道是铺设在地下，相对出现破损需要维修的概率小，但凡事没有绝对，一旦出现问题，维修起来非常困难。因为地暖不同于明装暖气片，出现漏水情况会及时发现，换个管件也比较省事。但地暖复杂，需要专业师傅上门维修，而且过程中还需要撬开地面的地板或瓷砖，维修费用也高。再来说维护问题，地暖质量再好，使用几年后，里面的管道也会沉积水垢和泥沙，如果不用专业设备清洗，取暖效果也大打折扣，而且还会降低地暖的使用寿命，这在无形之间又增加了不少的成本。4. 空气干燥，地面灰尘大。地暖还有一点让人难以接受，就是空气过于干燥，同时家里的灰尘也变得很大。因为地暖一开，属于下沉式气流，不断升温的过程中会让房间变得干燥，同时地面的灰尘和细菌也比较活跃。室内灰尘太多，不仅会增加日常家务量，而且对人们的呼吸道也有着健康影响。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老一辈人更愿意选择传统的暖气片取暖，无外乎是想从根本上杜绝地暖带来的这些麻烦。5. 综合成本费用太高。地暖虽说舒适，更节省空间，但它的成本造价也是相当的高。它的造价不仅是壁挂炉、保温板、管道、分水器这些基础材料，还要加上施工费用，价格自然不会很低。就拿100平米的房子举例，通常安装水地暖的综合成本至少在2-3万左右。当然，这个价格一般还只能选择国产壁挂炉，如果选择进口品牌冷凝炉，费用比这还要高。此外，水地暖每个月的燃气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来自重庆的网友琪琪爸分享说，我家地暖100平左右，平时都开20或者21度，平均1个月要用800到1000元左右的燃气费，真让人痛不欲生。有人会问，那我安装电地暖是不是会省钱？浙江网友一两风说，我家是电暖，套内面积120平，日常开20至22度，电费3000元1个月。所以说，很多家庭之所以不愿意选择地暖，也多数是因为考虑到它的综合成本太高，才被迫放弃的。综上来看，大家不难发现，虽说地暖舒适性高，装修美观，更利于摆放家具，但地暖对实木家具损伤大，不利于维修维护，也是不争的事实。而且综合成本费用也很高，是安装暖气片的好几倍。这些实打实的缺陷，也最终导致了地暖慢慢的跌下神坛，不受待见了。那么最后也想问问大家，你觉得地暖这种方式好不好？你们家里采用的是哪种取暖方式呢？今年的冬天异常寒冷，尤其是东北地区，随着几场降雪过后，气温更是迎来了零下20-30度的极寒天气，所以冬季的室内采暖也自然成为了北方家庭的头等大事。但是很多装修新房的业主都很纠结，安装暖气片和地暖到底哪个更好？毕竟这个决定会关乎到日后的居住体验。我原先住的老房子，家里装的是暖气片，后来搬进了新房，新房装的是地暖。本期小东就以过来人的经验和大家聊聊安装暖气片和地暖的优点和劣势，给还在纠结的朋友做一个参考。安装地采暖的利与弊。先来说一下，北方一般冬季都是集中供暖，所以这里的地暖通常说的是水地暖。据我了解，目前北方大部分住宅都是地暖，因为很多开发商交付的新房就已经把地暖安装好了。地暖的优势：舒适性高，地面采暖的舒适性更高，室内温差小，这一点毋庸置疑。因为地暖是铺设在地面下，传递热量也在自上而下的，整个房间的温度非常均匀。用过地暖的家庭都知道，给人最真实的感受就是脚下暖暖的，非常舒服。这也是很多有老人和孩子的家庭都会选择地暖的主要原因。节省空间。与传统的暖气片相比，安装地暖更加节省空间。这一点也很好理解，因为地暖管是隐藏铺设在地面下，不会占用室内空间，而且从室内美观度的角度来说，也完胜于明装暖气片。所以大家也不难发现，为什么很多大宅和别墅的住户通常会选择地暖，无外乎是为了追求室内装修的档次和美观度。使用寿命长。地暖比传统暖气片的使用寿命更长，这一点也比较明显。同样的道理，地暖是隐形铺装在地面下，因此它的地暖管和保温材料更不易被腐蚀和氧化，因此地暖的使用寿命普遍能达到50年以上。反观暖气片，不管是钢制材质还是铜铝材质，因为是明装，需要裸露在外，更容易被氧化腐蚀，所以即使材质再优秀，通常使用寿命也只有15至20年。地暖的缺点，当然了，装修铺设地暖也不全是优点。虽然地暖舒适性高，不占空间，但同样也有几点不足之处。施工难度大。铺设地暖的安装施工难度大，而且成本费用也高。地暖施工不同于明装暖气片那么简单，它属于隐蔽工程，所有管材都要埋在地下，因此安装过程也比较繁琐，通常需要盘管、固定、地面回填、防水施工、地面找平等一系列的专业施工。这些基础材料再加上施工费用，成本造价也很高，一般会是安装暖气片的好几倍。维修麻烦。从施工难度上不难看出，地暖出现问题，后期的维修会比较麻烦，因为铺装地暖，大部分的管道都埋在地板或瓷砖下面，一旦需要维修，还要先拆掉地板或者瓷砖，费事不说，找漏点也比较麻烦，所以维修成本比较高。另外，地暖使用2-3年后，一般会沉积泥沙和污垢，需要定期清洗淤堵，解决管道散热效率下降的问题。占用层高。地暖虽然不会占用室内空间，但却会影响房子的层高，因为地暖管自身就有一定的厚度，再加上后期的水泥、河沙回填，一般水地暖完工后，至少要牺牲掉6至8公分层高。这部分层高对于大户型还好，如果是原始层高只有2.6米7的普通住宅，后期再做个吊顶，那后期的居住体验势必会感受到异常压抑。反观暖气片是安装在室内墙面上，虽然会稍微占家里面的一些空间，但不会影响房子的层高。室内干燥。地暖是利用房间的整个地面作为散热器，地面加热升温，从下到上均匀散热。优点是室内温差小，舒适性高，但这也会导致空气中的水分更容易被蒸发，从而让室内环境变得很干燥。比如家里长时间开地暖，温度过高，有些人会出现胸闷气短、口干舌燥的情况。
一般有地暖的家庭还要购买室内加湿器来解决冬季室内干燥的问题。2、安装暖气片的利与弊。说完地暖，再来说一下安装暖气片的优缺点。明装暖气片也通常是老一辈人会选择的一种采暖方式。暖气片的优势： 1、升温快。暖气片的升温速度快，基本是即开即热。一般质量比较优秀的暖气片，开启10分钟左右就能感受到热量了，通常在半个小时左右就可以达到预定的温度。至于地暖，因为地暖管道安装在地板或瓷砖下，还有厚厚的覆盖层，所以升温速度也会受到影响，通常2-3个小时后才会感觉到有热度。如果家里不是持续供暖的话，从升温速度来看，还是暖气片更好。2、安装灵活。暖气片安装更加灵活简便，而且没有局限性，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改造都适用。目前的暖气片基本都是壁挂式的，安装位置通常都是室内的墙面上，不管家里的客厅、卧室还是厨房、卫生间，只要是空白墙面，直接挂墙安装就可以了，要比安装地暖更容易，而且施工过程和时间比较快，通常来说1天就可以完工。3、方便维修。从后期维修维护的角度来看，暖气片也是完胜地暖的，因为暖气片是明装在室内，一旦出现问题更容易被发现，所以通常维修起来也比较简单。要说哪个地方漏水，换个管件就完事了，不会像地暖漏水维修还需要破坏地面。暖气片的缺点，这么看来安装暖气片的优点也很多，那为什么很多人还是选择地暖呢？当然，暖气片采暖同样也有它的不足之处，比如以下这几个方面。1、舒适感略差。不同于地暖，暖气片是从侧面散热，通过热气上升、冷气下降的物理原理，也就是说，暖气片不会向地面散热，这就导致房间的底部会比较冷，给人最直观的感觉就是脚冷，待久了还需要穿个棉拖鞋。所以说，从采暖舒适度来说，显然地暖会更加舒服。2、占用室内空间。暖气片是安装在房间的墙面上，所以会占用室内的空间，而且特别不利于家具的摆放和装修的整体布局。室内因为有暖气片的存在，也会导致很多柜子和家具无法靠墙摆放，不仅会影响室内的整体美观度，还有增加很多卫生死角。3、安全性差。暖气片的安全性差是基于2点考虑。第一点就是明装暖气片，如果温度过高，不小心会很容易被烫到。第二点就是暖气片材质一般会很坚硬，如果是小朋友在家里跑闹玩耍时碰到撞到也会很危险。相反的，地暖是隐藏在地下安装，所以安全性会更高。3、总结一下，综上所述，其实对于安装地暖和暖气片哪种采暖方式好，没有标准的答案。通过上面的分析，大家也不难看出，不论是哪种方案都有它的优点和不足，所以还要根据自身需求和情况来选择。比如北方地区因为冬季时间长，温差大，更适合选择地暖，而南方地区冬天没那么冷，作为短期过渡供暖，更适合选择暖气片。那你家会选择哪种方式？是地暖还是暖气片？不妨说说你的想法。借用网友的一句话，装修小白踩的坑，坑坑不一样，坑坑都上当。有些房子装着装着就不想要了，还真不是夸张，也不是给打算装修的朋友制造焦虑，而是无数装修人踩坑后的真实心声。不信的话，小东带大家看看本期整理的5个翻车现场，都是来自网友们的真实案例，论谁看了都是既心塞又无奈。1、法式拱门。这2年随着轻法式风格的流行，法式拱门也跟着火了起来。只要上网一搜法式风，满篇都是法式拱门美美的装修案例。但实话实说，拱门对木工师傅的技术要求极高，现实中翻车的不在少数。网友文熙装修哪有不疯啊？我家应该是全网最丑的法式拱门，没有之一。网友多多心心念的法式拱门做完的效果是这样式的，现场看完成品后，一口老血气得差点没喷出来。小东建议法式拱门不翻车，记住几点：首先，拱门不能太矮，号门总高不能低于2.4米；其次，门洞宽度取一半，也就是做1/2，正好是半圆。另外，找个手艺好、经验丰富的木工师傅很重要。2、美缝颜色。瓷砖美缝是铺贴完瓷砖必不可少的工序。美缝的作用，一是为了遮丑，提升整体美观度；二是防止起灰、地面反潮。但有一说一，如果美缝颜色选择太个性化，那效果还不如不做，甚至还起了反作用。不信你看下面这2位网友家的美缝颜色翻车现场，真的忍不住想笑。网友安夏日记本美缝翻车，真的被气哭了。现在的心情就好比一张大白纸，原本打算画一幅优美的画作，结果却让不懂事的孩子在上面先乱涂乱画，无比的心痛。
网友艾特我是帅鱼美缝做完了，看到成品的我差点晕过去。此时此刻我在想，美缝季老板得开心坏了，卖不出去的颜色终于找到大冤种了。小东建议，切记美缝颜色不翻车，一定要选择与瓷砖接近的颜色。做之前拿色条与瓷砖做对比，以免出现色差。普通瓷砖选浅1度的环氧彩砂，可以做到缝隙消失的效果。木纹砖选深一个色号，效果会显更加真实。3. 嵌入式冰箱。嵌入式冰箱设计确实很美，可以完美的平嵌橱柜或是餐边柜，不仅视觉上极度舒适，而且还能杜绝卫生死角。但事实上，如果冰箱款式没选对，又或是柜体预留尺寸没做到，都会导致嵌入式冰箱翻车。网友艾特雪雪的草稿箱，救命啊！嵌入式冰箱大翻车。我家这款冰箱是2侧散热的，所以需要2边预留缝隙，但这预留的空间简直太大了吧？怎么办？晚上愁得睡不着觉。网友艾特桃子很乖，真的是怕啥来啥。嵌入式冰箱翻车，欲哭无泪。深度突出10公分，高度空出70公分，肉眼可见的尴尬。小东建议，嵌入式冰箱想要达到严丝合缝的效果，首先内嵌冰箱要选超薄款，冰箱厚度要小于标准橱柜深度。其次要选底部散热的，2侧不需要预留缝隙。另外，至关重要的核心点是先选冰箱，再定橱柜，才能精准预留柜体尺寸。4. 深灰色地砖。这几年在家装市场，但凡提到灰色系，都被吹嘘成高级感的代名词，什么灰色乳胶漆、灰色窗帘、灰色家具，当然也包括深灰色地砖。但说实话，不是所有户型都能驾驭深灰色，特别是采光差、面积小的，真正铺到家里的效果是显暗又压抑，分分钟让你有种想把房子拆掉的冲动。网友艾特米粒时光，当初买砖时走到哪里都被说灰色瓷砖好，高级显大气，结果铺到家里差点被气死，实际效果比图片还黑，不开灯感觉就是晚上。网友艾特爱生活爱家珍，地砖颜色踩深坑了，谁说深灰色地砖高级的？瓷砖铺贴完，连装修下去的勇气都没了。小东建议，深灰色地砖想要铺出高级感，记住瓷砖规格要大，砖缝越少越好。另外，纹理要选一板多面的，千万不要选这种重复纹理的。还有后期的软装搭配设计也非常重要。5. 墙漆颜色。墙面乳胶漆凭借环保性高、施工简单、价格实惠以及颜色百搭等优势，逐渐成为家装墙面装饰的主流材料。但因为是大面积涂刷，所以也直接影响着整体的装修效果。因此，在现实中，因为颜色没选对导致翻车的案例也是比比皆是。网友艾特装修董小姐，墙漆颜色选错，直接翻车进沟里。老家房子装修，因为没时间，全程让爸妈帮忙。选墙漆原本定的是淡蓝色，结果爸妈年纪大，和设计师沟通，眼花选了浅绿色。刷完的效果，整一个绿野仙踪，差点没被朋友笑死。网友艾特胖兔兔，老公给闺女房选的粉色，闺女看了之后气呼呼地说不喜欢，质问老爸怎么不是上次你带我去选的粉色？其实就是色卡上的颜色，实际上墙后差距太大，老公建议重刷，看着太糟心了。网友艾特我想去看海，可蛋奶果然翻车了，真的无法形容，整个都是黄的，超级不好看。小东建议，乳胶漆是装修中最容易翻车的一项，想要不踩坑，总结了几个要点。第一，尽量电脑调色，大面积涂刷前要现场试色。第二，上墙试色一定要等乳胶漆干了再看效果，因为刚上墙颜色会偏深，等干透了会变浅。第三，采光差就选葵花白、珍珠白或者汝窑这种浅色调，采光好的再去考虑杏子灰、奶嘎、太空漫步这种风格鲜明的色调。分享网友们的踩坑案例，不是想嘲笑谁，只是不希望大家重蹈覆辙。挣钱不易，装修更难，毕竟少踩一个坑就少一份烦恼，多一份快乐。要知道，人的一生有一半的时间都在睡觉，而睡眠的好坏和床垫息息相关。之前看到一篇关于选购床垫的观点，是这样说的：床垫选不对，不是医药费，就是智商税。我是非常认同的。在我看来，床垫不是越贵越好，当然太次的床垫也不能要。如果长期睡不合适的床垫，会导致精神萎靡、工作状态不佳、腰酸疲惫等一系列的健康问题，足可见床垫的重要性。但是纵观目前的床垫市场，不仅品牌众多，产品质量也是良莠不齐，价格跨度更是夸张，从1800元到10几万的都有。想选对一款适合自己的床垫而不花冤枉钱也并非易事。这些年因为工作的原因，期间也接触过不少床垫厂商，家里也前后换过3次床垫。
这一期内容，小东就来给大家避避坑，告诉你选购床垫的5不买原则。1、不建议买的5种床垫。1、整网弹簧床垫不买。目前市面上大部分床垫的支撑层，多数是以弹簧为主。弹簧床垫的优势是可以承受很强的重量，而且不易塌陷，使用寿命长。其中，弹簧床垫又分为整网弹簧和独立袋装弹簧2种。咱们第一个要避坑的就是整网弹簧床垫，理由也很简单，抗干扰性太差。有过出差经历的朋友应该会深有感触，比如一些快捷酒店和宾馆，基本都是整网弹簧床垫，一到夜里翻身的时候，床垫就会发出各种嘎吱吱响声，特别影响睡眠。因此，对于弹簧床垫，建议大家首选独立袋装弹簧，抗干扰能力强，静音效果好。它是一个弹簧一个小袋子，单独受力，别说翻身，即使在一侧跳来跳去，也不会影响边上人睡觉。2、纯乳胶床垫不买。之前经常有粉丝朋友留言问纯乳胶床垫好不好？首先你要明白，市面上100%的天然乳胶是不存在的，基本都是合成乳胶。含量少的乳胶会存在不环保、有异味等问题，对健康不利。那是不是含量高的乳胶床垫就可以买了呢？其实我也是不推荐的。虽说乳胶床垫透气性和回弹性不错，但它的缺点是支撑性差，没办法保护咱们的脊柱，长期睡在上面往往会感到腰酸背痛。另外，纯乳胶床垫还有个致命缺陷，就是太容易氧化，可能没用几年呢就出现掉色发黄的现象。3、分区太多的床垫不买。分区床垫说白了就是通过改变弹簧的线径，给身体不同部位提供不同的支撑力，从而改变睡眠的质量。但是分区太多的床垫，实际效果根本经不起推敲，因为每个人的身高、体重、睡眠习惯都不一样，所以能睡到的分区自然不同。因此，在我看来，什么7分区、9分区都是纯的智商税。对于普通人来说，咱就选个3分区床垫足够了。3分区床垫对身体体重没要求，它是中间部位支撑性强，两端弱一些，不论你是什么年龄段的，身体都会紧紧地贴合在床垫上。4、椰棕床垫不买。椰棕也是床垫里比较常见的材料，又分为山棕和椰棕。它们的特点是睡感偏硬，而且价格偏低，比较适合老人和小孩子使用。但实际上，太劣质的椰棕床垫因为工艺处理不到位，往往会有很大的刺激性气味，对人的身体伤害很大。当然，热压型的棕垫相对环保，但很多人不了解椰棕糖分含量高，一旦受潮后就会滋生细菌和白蚁，长期睡下来背上容易长痘痘，因此不建议大家选择椰棕床垫。5、价格太贵的床垫不买。有些人会说床垫是1分钱1分货，我就挑贵的买，肯定没毛病。但事实真的如此吗？其实，如果你去过床垫的生产工厂，你就会发现床垫的结构不复杂，无非是面料层加填充层加弹簧层的组合，并不是啥高科技。市面上动辄2、3万，甚至10几万的床垫，其实和几千元床垫的生产工艺都差不多，睡感也差距不大。贵出来的大多是广告费和品牌溢价。另外，你要知道，床垫舒适性的最佳周期是5到8年，即使用料再好，一旦过了使用周期，材料也会老化，不及时更换，势必会影响睡眠质量和健康。2、床垫品牌怎么选？就目前的床垫品牌来说，多达上百个，如果细分的话，其实不外乎2大阵营，国内和国外品牌。就性价比而言，我更推荐大家首选国产品牌床垫，不是说进口品牌不好，而是溢价太高，对于普通家庭不值得投入。像国产床垫比较知名的品牌有喜临门、雅兰、梦百合、大自然等，每一家都有自己的主打产品和技术，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当然，近些年也有一些新兴品牌崛起，比如 Crua 潮雾、西屋、七座、菠萝斑马等，特点是材料更为环保，产品新颖，而且价格不贵，性价比非常高。都说装修是个无底洞，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在不影响装修质量的前提下，原则上是能省则省，毕竟老百姓挣钱都不容易。但是也不能每样东西都要追求性价比，省到最后不仅影响生活质量，还会涉及到安全健康，到头来往往是自己受罪。这一期小东就和大家聊聊装修中哪几样东西一定要买好的，不买差的，告诉你如何把钱花在刀刃上，从而提高生活质量。1、地漏。地漏的主要作用就是排水，家里的厨房、生活阳台、卫生间，只要有下水的地方都会用到它。市场上的地漏便宜的才20-30，贵的则要100-200。很多人觉得这东西只要能排水就行，没必要多花钱，结果入住后没几年就出现地漏反位、地面积水的情况。等出现问题想换的时候，
才发现超级麻烦。地漏返工的话，又要砸地砖，又要抠水泥的，还要补刷防水，收你个300-400的工费，你都得感恩戴德的。所以选地漏千万不能将就，不如一步到位，买个质量好的。选购建议：地漏材质建议首选不锈钢和全铜的，相对来说全铜的更有质感，缺点是价格略贵。其次，防臭功能必须有，可避免异味扩散。地漏芯建议选择重力开合型，特点是排水快，密封性好。品牌方面，推荐选择知名度高的，比如潜水艇、九牧、反必克。2. 马桶，卫生间马桶家家必备，也是每天高频使用的东西。很多人会告诉你，马桶没必要买大品牌的，都是品牌溢价。如果你相信了，大概率会踩坑。马桶这东西绝对是1分钱1分货。便宜的杂牌马桶不仅存在釉面挂污、难清洗等情况，反味、堵塞、冲不净这些苦恼问题也是家常便饭。如果是漏水维修，一回还要200-300，等后悔时真叫一个苦不堪言。出现上述问题，很多人以为是家里的水质不好，其实是马桶本身的质量不行。马桶内壁已经渗进杂质和污垢，不管用什么办法，也不能完全擦干净，才会导致出现冲不干净、反味的情况。所以千万不能图便宜去选择劣质的杂牌马桶。选购建议：马桶的下水结构分2种，建议首选虹吸的，特点是冲水噪音小，也比较省水。如果马桶做了移位，就选直排的，特点是冲力大，不容易挂污。其次，它没有啥装饰作用，买前试一试，选大众款坐着舒服就行。另外，一定要买品牌的，推荐恒洁、九牧、箭牌、惠达，都是性价比不错的国民卫浴品牌。3. 止逆阀，家里装修2个地方需要安装止逆阀，一个是厨房的烟道，一个是卫生间的排风口。止逆阀东西虽小，但作用可不小。很多人对它不重视，看到新房交付时已经安装好了止逆阀，就将就着用。其实开发商送的那个红色的就是应付差事的，根本不能用。如果烟道止逆阀质量不好，你买再贵的烟机也是百搭，油烟排不尽，到处串味不说，邻居家做饭时的鱼香味也会飘到你家里。卫生间的止逆阀更是很有必要，不安的话，换气扇的管子无法出墙，等于卫生间的废气还是排在你家吊顶里，安装排风扇就是安了个寂寞。此外，止逆阀安装的时间你记好，烟道止逆阀是瓦工贴砖前买好，贴砖时顺便装上，不要等到最后。卫生间止逆阀吊顶前自己买好先装上，等后期安装集成浴霸时，直接让师傅接在排气管上。选购建议：首先，烟道止逆阀尺寸直径在10到18厘米，一般家庭16厘米用的比较多，选购前要注意量好自家厨房的烟道口大小。其次，材质分塑料或金属的，塑料止逆阀首选 ABS 材质，特点是强度高、韧性好，价格也比 PC 材质便宜。不锈钢止逆阀虽然耐火性强，但多数没有密封胶垫，而且挡板重，油烟粘连后需要经常清洗，不是很推荐。至于品牌，还是推荐大品牌，比杂牌没贵多少，质量更有保障。比如潜水艇、日丰、杜邦都可以闭眼入。4. 床垫，有些人装修宁愿花大几万去买一张床，却不舍得在床垫上花钱，甚至用着买家具商家赠送的床垫，这一点我是真的无法理解。再好再贵的床也只是起到装饰和支撑的作用，而床垫却是决定你睡眠舒适性的关键，千万别整反了。市场上1800块的床垫虽然价格诱人，但往往舒适性和环保性让人堪忧。长期睡不舒适的床垫不仅会导致精神萎靡、工作状态不佳，甚至还会出现腰酸背疼等一系列的健康危害。所以说，选购床垫一定要重视，原则上是预算范围内买最好的。选购建议：市面上的主流床垫多数是以弹簧作为支撑层，建议首选独立带装弹簧的，比整网弹簧抗干扰性强，而且不容易塌陷，使用寿命也长。如果喜欢偏软或偏硬睡感的，推荐乳胶或棕榈床垫，但切记一定要选大品牌，安全环保放在第一位。另外，床垫还是建议首选实体垫，因为可以试躺试睡，舒适性有保障。品牌方面，推荐选择国内品牌，比如梦百合、雅兰、喜临门等，没有国外大牌溢价高，价格相对更为实惠。5. 窗户，不管是给家里换窗户，还是阳台封窗，窗户的材料都建议一步到位，选质量好的。这个地方千万不能省钱，因为窗户不仅起到保温隔热的作用，还给房子挡风遮雨。如果窗户的材料质量太差的话，那咱们居住的环境和生活质量势必会受到影响。目前家装行业给阳台封窗的主要材料就是断桥铝窗，与传统的铝合金和塑钢窗相比，
它的保温和隔热性更加优秀，所以建议首选断桥铝窗。另外，断桥门窗是属于一个系统的新产品，千万不要去街边店或者是当地的小作坊，不然钱花了，质量却没保障。因此，尽量认准大品牌的系统窗。选购建议：断桥窗的主要配置就是由型材、玻璃、胶条和五金件这部分组成。铝材建议首选1.6毫米的，抗风压性更强。至于窗框厚度，普通家庭选择65或70系列的就可以了。追求美观性的可以选择108或115这种窗纱一体的。玻璃的话，普通家庭选择中空玻璃即可。寒冷地区建议首选3腔2波。如果对隔音有刚需，推荐中空加胶玻璃，降噪效果不错。密封胶条、隔热条认准 PA66材质，密封条首选3元乙丙的橡胶条。五金配件认准知名品牌，推荐国产坚朗、鼎固、国强，比进口品牌性价比高。说到断桥门窗品牌，给大家推荐国产大品牌如墨色、新豪轩、黄派、森鹰、